一家掃地機器人公司突然要造電動超跑，不僅是超跑，它還揚言要打造人類歷史上第一家100萬億美元級別的生態。追觅究竟是在升級還是在失控？近期，追觅創始人於浩頻繁地出現在媒體報道中，他一會兒宣稱要對標馬斯克黃仁勳，一會兒說要和小米、華為三分天下，一會兒又說要在3年內實現100萬億市值。與此同時，追觅的業務版圖也在以令人炫目的速度向外擴張。從大家電全屋智能到智能穿戴人形機器人，再到手機、電動車、芯片、低空經濟，追觅的公司定義也正在從清潔電器公司被改寫為未來智能硬件生態公司。表面上看是創始人的野心，但它背後指向的是一個更深層也更普遍的結構性問題。在資本敘事、市場天花板和流量機制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的科技企業正在出現一種越来越普遍的生態敘事膨脹，從單品冠軍走向超級生態。追觅最初進入大眾視野靠的是掃地機器人，它能從清潔電器賽道跑出來，靠的不是单純低價，而是高速馬達、智能導航、運動控制和整機工程能力。通過对這些硬核技術的橫向複用，追觅完成了從掃地機器人到洗地機、吸塵器、吹風機，再到割草機器人、泳池机器人、庭院机器人的技術外溢式擴張，在家用清潔電器領域穩坐一線玩家。但追觅顯然並不滿足於此，它要做的是人車家天地心的超級大生態，這甚至比小米的人車家還多了3層。天是低空飞行器和空中智能設備，地是機器人、庭院設備和地面移動終端，心是芯片算力和底層控制系統。問題在於，這早已遠遠超出了追觅核心科技外溢的半徑。越走向手機、汽車、芯片、低空經濟，追觅現有技術複用的程度就越低，組織難度和資金門檻就越高。更關鍵的是，追觅目前還沒有像手機、汽車這樣的高頻入口。如果產品之間沒有真實互動，沒有體驗上的互相增強，那就不是生態，只是產品堆疊。大生態敘事是一把雙刃劍，講成了是品牌升維，講過了反而會稀釋原有的品牌認知。那追觅為什麼還要冒險做大生態呢？壓力首先來自於清潔電器市場的競爭。2025年，全球家用清潔機器人同比增長20.1%，中國市场同比增長僅有10.1%，增長的天花板已經逐漸顯現。在它面前，還有石頭、雲鯨、科沃斯等強勁對手。接下來的增長不再只靠新品爆發，而是要靠產品升級、價格下探、渠道競爭和品牌競爭來搶份額。所以，追觅要麼突破清潔電器的天花板，要麼被困在越來越卷的存量市場裡。市场壓力以外，還有一層更為現實的資本壓力。追觅的競爭對手石頭、科沃斯早已 IPO 上市，而追觅目前還處於上市前爭取定價權的階段。如果它只是一家掃地機器人公司，資本市場就會對標石頭、科沃斯來給它估值。但如果它是一家人車家天地心公司，至少在敘事層面，估值參照物就可能從傳統家電公司被抬升到科技平台型公司的量級。同樣營收的情況下，科技平台邏輯和家用電器邏輯的估值差距通常在2到5倍。如果疊加了 AI、機器人、智能汽車這樣的熱門敘事，估值差距就可能達到5到10倍，甚至更高。據公開報道，於浩曾提過，從2026年年底開始，追觅生態旗下的多項業務將在全球交易所推進 IPO。如果追觅真的选擇拆分上市，那麼它講大生態的意義就更加明顯。清潔電器、汽車、芯片、機器人、全屋智能，這每一項都可以拆分成一個獨立的資本故事。追觅近期的另一個明顯變化是，創始人於浩被推到了台前。過去追觅講的最多的是高速馬達、自研算法和技術參數，而於浩很少接受媒體採訪，幾乎處於隱身狀態。但當追觅開始講汽車、機器人、芯片、低空經濟時，它就需要一個更大的故事，也需要一個更強的人格化載體。雷軍的走紅讓整個行業看到，創始人 IP 可以成為一家公司最高效的流量入口，也是最低成本的品牌背書。在追觅的大生態敘事中，於浩被塑造成了一個雄心勃勃且有能力的創始人。他清華大学畢業，有扎實的技術履歷，創辦追觅，並一步一步擴展公司業務，對標世界級巨頭。這一切都讓追觅看起來不只是一個清潔電器品牌，而是一家由技術野心驅動的未來科技公司。但網紅 IP 的打造和維護和技術研發是完全不同的路徑，
需要持續製造話題，維持熱度，管理公眾形象。如果一家公司的 CEO、管理層甚至普通員工都被捲入社交媒體傳播，公司消耗的就不只是個人時間，還有組織的注意力資源。如果把追覓的路徑從個案中抽離，它就不再只是一個掃地機器人公司要不要造車的問題，而是一個更為普遍的結構性選擇。當單一品類增長見頂，資本預期不斷抬升，注意力成為稀缺資源時，企業往往被推向更宏大的敘事，比如科技平台、超級生態。然而，一旦擴張的速度超過了能力沉澱的速度，生態就可能從協同網絡變成資源黑洞，吞噬現金流，稀釋品牌，並且不斷拉高管理的複雜度。早期的資本市场還可能為宏大的故事買單，但長期仍然會回到增長、利潤、協同、壁壘。所以，問題的本質從來不是要不要做大生態，而是當講出一個足夠大的未來時，是否有能力把產品落地，得到消費者的認可。否則，再宏大的生態也只會停留在敘事層面，最終被現實一層層剝離。你怎麼看待追覓未來生態的100萬億目標？評論區聊聊你的看法。讓觀察帶電，讓觀點發光。這裡是雷霆 Lab，感謝你的觀看，那我們下期再見。